秀莲，请到3号诊间。这些数值偏高，要再追踪一下。妈，我先走了。阿弥陀佛。你们老 K， 最近有一个连友在留言区问了一个非常好的问题。我想这个问题也是很多朋友的共同心声。我们先一起来看看他的留言好了。老 K 你好，你说若不念佛就会念烦恼，但我发觉每日念佛时，口在称名念佛，但是心里同时却在念烦恼。而我的健康问题和家庭问题，是否因为这样念佛就没有消业障的效果呢？南无阿弥陀佛。首先非常感谢这位连友的提问。像这种口念弥陀心念烦恼的这个状况，我想大概是大部分的念佛人都会出现的烦恼，几乎可以算是我们念佛人的日常标配。你嘴上念的是南无阿弥陀佛，我要往生极乐世界，结果每天心里跑的是什么？我的钱包呢？我的房贷怎么办？我那个老公又怎么样？我的丈母娘很难相处我的股票是赚钱还是赔钱？甚至我的健康检查报告，大家想一想是不是这样？这些烦恼在你平常忙着生活、忙着工作的时候，可能还没有空去想它。但当你静下来想说早上早起一点念30分钟的佛，这个时候奇怪的事情就发生了。这些烦恼就像约好了一样，就像排队上班一个一个从你的脑袋深处冒出来。这比上班打卡还准时。这个时候我们心里可能会开始嘀咕哎呀，我念佛怎么那么没有诚心我这样念佛是不是没效果我的业障真的能够消掉吗？我们就这样陷入自我怀疑的循环。其实请先不用担心，这完全不是你的问题，这只是我们误会了念佛真正的战略目的。今天老 K 就要用我的投影机理论跟大家彻底聊明白，为什么你边念佛边烦恼，不但很正常，甚至可以说这才是你念佛开始起作用的证明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在深入老 K 的投影机理论之前我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个记载于经典上面的故事。我想这个故事很多人都听过就是出自于地藏菩萨本愿经里面婆罗门女的故事。为什么我要特别提这个故事呢？因为这一段故事其实它完美展示带着烦恼念佛的整个过程和它的结果。故事是这样说的：婆罗门女的母亲月帝利在世的时候信奉邪教，不信因果而且常常毁谤佛法僧三宝，因此种下了堕入无间地狱的业因。婆罗门女是一位非常孝顺的女儿，她深信佛法，知道她的母亲这样的行为会招来可怕的果报所以非常担忧。你们看经文里短短一品里面她就提出了2字她母亲不信佛可见当时婆罗门女内心的焦虑有多深。这不就跟我们一样吗？自己学佛了，知道因果的可怕，看到身边的亲友还在造业，所以心里的这份担忧会让你坐立难安母亲过世后，婆罗门女变卖家产，大设供养，并且在这个觉华定自在王如来塔寺前虔诚的祈求。后来她回到家中因为忆念的母亲结果她不是念佛一日一夜嘛，因为极度的思念与虔诚忽然在一个境界中，到了一片恐怖的夜海边经文是这样描述的：忽见自身到一海边，其水涌沸，多诸恶兽，尽覆铁身，飞走海上，东西驰逐，见诸男子女人百千万数，出没海中，被诸恶兽争取食啖。他看到了无数的罪人在滚烫的海水中被凶恶的铁兽追逐啃食景象极其可怕。读到这边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一个奇妙的点？之后的故事的发展大家都知道他母亲是去了无间地狱后来他又升到忉利天去了。但是婆罗门女自己来到地狱她既没有去无间地狱，
也没有到天上直接找他妈妈。关于这个，我们等一下再说原因。所以说，我们印象中的无间地狱，应该是经典上面说的五种无间：受罪无间，日夜受罪，没有一刻停息；容纳无间，多人亦满，一人亦满。就是说，你一个人堕入无间地狱，它也是满的，不管多少人掉入地狱，也是满的。刑具无间，各种刑罚器具苦楚相连，同受无间，所有人不分身份共同受报。生死无间，一日之中万死万生，求死不得但是婆罗门女最先看到却是这一片业海。她后来遇到了一个无毒鬼王，鬼王告诉她一个关键词能来到这边的只有两种人，若非威神，急需业力，非此两事，终不能到。意思就是说要么你就是菩萨有神通愿力要么就是你自己的业力牵引来的这个鬼王在这边没有明说婆罗门女是哪一种。我们后世知道她是地藏菩萨的前身，所以会理所当然的觉得她一定是有威神。但是当我们回到这个故事她当时的状态她只是一个担忧自己母亲堕入无间地狱的孝女，也就是当下她也是个凡夫。你们看看这个业海是不是就是她的投影呢？这片苦海其实就是婆罗门女她对她的母亲的担忧与烦恼投射出来的影像。我们脑补一下她当初一日一夜的念佛你说她能念到一心不乱吗？不是吧？她应该是一边念佛一边心里是翻江倒海伴随的烦恼在念佛吧。这跟开头问问题的那位师姐是不是一模一样的状态呢？但是结果呢，她因为念佛获得佛力的加持，所以她身在地狱边却没有受苦。她的烦恼非但没有阻碍她，反而帮助她到了地狱成为她救度母亲的因缘所以你说边念佛边烦恼有没有问题地藏菩萨在这边都亲身为我们示范，不但没问题而且这就是修行的起点。我们有了婆罗门女这个经典案例，我们现在就可以深度来拆解我的投影机理论。这个理论将会帮助你彻底搞懂念佛与烦恼之间的真正关系。我把它归纳为3点，请大家一定要听仔细。第一点业海就是心海。我们常说念佛法门是他力法门，要把一切都交给阿弥陀佛安排。我们常常嘴上说交托但是心里却惦记着这个业报希望这个业报好一点这样的心态其实就是落入贪求的陷阱。现在请你想象一下，因缘果报就像一台投影机，你过去放了什么样的底片你的业投射在墙壁上就会演什么样的戏也就是代表你的果报念佛的作用不是让你跳进荧幕里跟这个角色打架去修改剧情因为这样做是徒劳无功的。念佛真正的作用是让你转过身到那一台隆隆作响正在播放的投影机前按下开关，让佛号的光进去照亮这一切。所以当你坐下来念佛脑中却沸腾成一片业海。股票的涨跌房贷的压力，家人的争执身体的病痛，这个时候我们不要慌张嘛，只是投影机投射出你之前存取的底片而已这些都是显影都是正常的你该做的并不是去纠结为什么这个荧幕又在演这一出烂戏因为我们越是入戏就会越痛苦。我们该做的其实就是持续的称念南无阿弥陀佛。这句佛号就像是亲身提醒自己，别看这些都是投影都是假的，然后把注意力转回到佛号上因为我们盯错方向就会天天抱怨荧幕找对源头你才能真正从戏中解脱第二个我要说的就是你千万别把自己送进三世无间。我们回头看看刚刚我说的这个婆罗门女的母亲为什么信邪不信因果，毁谤三宝，罪会这么严重还导致堕入无间地狱。我用投影机的理论来解释你就秒懂。当一个人不信因果的时候他就会把他生命中所有的创伤、成见、不满都当作是真实永恒的嘛。
它会不断去复制这些负面的底片，然后一遍一遍的又去播放它。于是啊，它就会被困在这个三世无间地狱，怨恨过去啊，不断的播放。播放什么呢？播放一出啊，都是别人害我，就像一部纪录片一样。然后再来是不甘当下，为什么我这么不幸，这么倒霉啊？接着就是焦虑未来嘛，整天啊，你就是在脑中预言啊，万一失败怎么办啊？就像一部恐怖片一样啊！发现没啊？过去、现在、未来这3个时间轴，同时都被负面情绪占据啊！这不就是最折磨人的无间地狱吗？你说白了啊，我们每天这样自己当导演啊，自己当摄影师，自己换片又自己播放最后你还自己进电影院自己当观众，然后就开始一把鼻涕一把眼泪你说这样的人生累不累啊？而这句南无阿弥陀佛该怎么用呢？它的作用其实就是把你手上那一部怨恨、不甘、焦虑的那部烂片把它抽出来，换上一卷来自极乐世界的母带。在此老 K 就用一句话来总结：别再跟荧幕上的命运对呛，只要管好你那台投影机，佛号的母带一放进去这个三世无间的这部烂戏就可以杀青了。第3点我要说的，你要借的是佛力不是拼自己的蛮力。我们再看一次婆罗门女，她在念佛的时候，她的内心肯定是充满担忧和杂念。我们总以为菩萨生来就有修行但是别忘了，那是在她的因地。那个时候婆罗门女她也是一个有血有肉的凡夫既然是凡夫心烦意乱的时候，怎么可能做得到一心不乱呢？不可能的嘛。但是她也是这样念也成功解决了他的问题。这个就告诉我们一个心法，这个所谓的一心不乱是我们到了极乐世界以后证得的果位，绝不是我们凡夫入场的门票。那位孝顺的女儿不是靠着跟鬼王辩论，也不是靠着控制自己的情绪也不是靠说服母亲来救她的。她做的最关键的2件事就是供养和称名。其实在本质上都叫做交托，把自己的控制欲交出去。重点从来不在于我有多厉害，我有多亲近，而在佛的本愿有多强大，佛的力量有多不可思议。所以此刻你边担忧边念佛千万不要自责你的担忧就像我刚刚说的投影机里面播放的旧画面，而我们这个一声声的佛号，就像一道道的强光打在你的业力的底片上。最终这些黑暗的画格自然会被光明所吞没。你绝对不是什么都没做恰恰相反，你是做对了最关键的那一件事，称名念佛，把事情交给阿弥陀佛了其实历代的祖师大德总是不断的提醒我们我们念佛的时候就是照我们现在原原本本的样子去念就好，不用在念佛前还要给自己做一个 KPI 考核我今天心情有没有比较清净我杂念有没有比较少一点我的功夫有没有比昨天进步？这一些都不是往生的入场券。什么叫做照你现在的样子呢？譬如说你脾气暴躁你就带着你暴躁的脾气去念；个性很直就用直率的心情去念你今天甚至觉得身心俱疲那也没关系就用这个疲惫的自己去称念南无阿弥陀佛你可能会想老 K 但是我这样子很不专心念佛从来就没有要你先达到专心的标准。我们凡夫本来就是散乱，是忙碌，是情绪化。阿弥陀佛的本愿就是要救度这样充满烦恼的我们，绝不是要我们先把自己打磨成一尊圣人才有资格被救。老 K 在这边举自己的例子好了我有很多朋友、同事，包括我自己的师父有时候大家会忽然打电话给我跟我讨论事情或是关心我。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常常会不自觉的回答说还有我现在有一点没空等等再打给你好吗？挂掉电话后往往这个时候才会回神来，刚刚到底在忙什么？可能也没有什么大事但是这个忙字感觉就很像一种惯性的开场白我们总是觉得要等自己有空准备好了，状态完美了，
才能好好的去做一件事。但是这个念佛啊，恰恰相反，他要的就是你用当下的心，用当下的状态去念啊，有时间就多念啊，没时间就少念一点，这个就叫做随缘念佛嘛。关键不是我今天修得多好，而是你愿不愿意把当下的状态交出去，不要在这个时候还为自己增加条件，设定门槛。老 K 常常碰到一些朋友啊，把念佛当做一个条件包啊，等我比较亲近了，我再好好念；等我先把这一部经读完了，我再好好念佛；等我心情好一点再来念了。如果我们一直在等待一个更适合念佛的时机，一辈子你都等不到。念佛啊，就是现在，就是当下。因为啊，当下你口称名号啊，你当下就进入了弥陀的摄受光明之中啊。这就好比啊，现在老 K 走在街上啊，忽然有一个花瓶掉下来，砸中老 K 的头。我当场血流如注啊，痛苦的要命啊，眼前一黑啊，感觉自己就快不行了。在这个极度混乱啊、痛苦、恐惧的情况下，我还肯不肯念一句南无阿弥陀佛啊？如果我肯啊，那就行了。这个弥陀啊，随念随到。如果当下老 K 啊命不该绝啊，弥陀这样一加持啊，我醒来可能就在医院里面。虽然在医院，但手里有杯热咖啡就安心多了，味道还是熟悉的味道。好好休息就好，没什么好担心的。如果我阳寿已尽啊，那更好啊！我醒来以后啊，已经在极乐世界的莲花里面了。终于可以坐着莲花去极乐世界了，心里好欢喜，风好柔，像在云里飘着。前面就是了，金色的宫殿出现了，极乐世界好光然后啊，看到你们还在娑婆世界里面折腾啊，开玩笑的。所以啊，任何门槛都不用设，念佛人啊，就是要练习啊，我们在每一个当下都能把自己交出去。关于这一点啊，日本净土中的开山祖师法然上人他有讲过一个小故事啊，我特别喜欢在这边我就分享给大家。有一次啊，法然上人正在房里念佛，听到外面的弟子啊正在跟访客说，我们念佛的时候啊，如果能够加上观想，这样子更好，品味会更高啊！法然上人一听啊，立刻停止念佛啊，拉开房门啊，走出来，摇摇头跟弟子说西巴拉古马塔雷哦，等一下，我法然的念佛不是这样想的，我只相信阿弥陀佛的本愿，十方众生称我名号，下至十声，若不生者，不取正觉。他的意思就是啊，你念佛就只是称名。不需要加入任何观想的功夫，也不需要等到一个清净的境界，因为阿弥陀佛已经成佛了，他的本愿真实不虚。只要你信赖他，称念他的名号，你就必定往生又有一次啊，有人问法然上人上人啊，请问一下，一天念2万佛号啊，念得比较清净，跟这个一天念5万声佛号啊，但是念得比较散乱问上人这哪一个比较好哪一个比较如法？法然上人就笑了回答说，凡夫的心本来就是散乱的，你如果一心追求要清净的念佛恐怕一辈子都做不到。念佛最重要的是相续，持续不断，不要去管自己念的如法不如法，只要你知道口称名号必定往生，这样子就足够了老 K 有时候想想这就好像你不要用这个天气去评价道路你念佛的时候心情清爽那个就是一个晴天；念佛的时候杂念纷飞，你就觉得是个阴天。天气每天都在变但是你脚下这条路一直都在那里，通往极乐。重点不是今天气候如何，而是你还在不在这条路上持续走着。这就是法然上人提倡的白木念佛。白木就是未经雕琢的原木，意思就是用你最朴素、最真实、不加伪装的样子去称念这句佛号。烦恼的时候就带着烦恼念你散乱的时候就承认自己散乱然后继续念就好这样念佛有什么好处呢？首先你不会内耗，因为你不用去假装自己是个圣人嘛。其次是续航力这样子才强因为门槛低
接地气嘛，这样子我们才能做到天天念，一直念嘛。最重要的，你这样念才是真正相信佛力。因为当下我们把焦点把自己的表现转到佛的本愿上。其实有的人念佛念到最后会退转，都会觉得没感觉没效果，索性就不念。这往往是因为我们把念佛当做一个自我改造工程，我们天天都在检查进度嘛。一旦进度不如预期就想要放弃你看那个念经念咒你还可以记得自己到底念了几遍我念了49遍地藏经我念了108遍的这个大悲咒这个念佛就比较难记都有这种技术焦虑症。但是大家请切记一件事我们这一辈子能够遇到这一句南无阿弥陀佛，是一件多么稀有难得的因缘这句名号不是拿来考核我们的考题，它是一艘准备好随时接我们回家的一艘船。你念佛绝对不是向佛证明你今天有多棒，而是向佛发出求救讯号。阿弥陀佛我就是一个这样充满烦恼的凡夫请你救救我。所以不用再去琢磨烦恼消了没有，你的任务不是用佛号去消灭烦恼，而是勇敢的把这一句万德洪名置入到你的烦恼大海之中，剩下的就安心交给阿弥陀佛就好。希望今天的分享有帮助到大家。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麻烦帮我按赞、订阅加分享。我们下期再见。